明知道她是我女人，你还敢打她主意？你每次都讲她是你女人，她也没说你是她男人，你可以打她主意，我就不行啊？当然不行啦，因为她连孩子都帮我生了。怎么这么巧啊？我们两个是不谈不相识，所以一起喝咖啡，一起谈电视剧啊，电视剧。哎呀，文文。 臭男人呐、衰男人呐、嘴巴乱放屁，那我们全都听到了，他一定会觉得我很烂的，一定是看不起我的，不然为什么没有来追我？哎呀，他一定是看不起我的，不会再来找我，一定是被吓跑了啊。 真的是家人耶，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啊？最可怜的思婷啊，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真是失败，搞到现在，思婷把我当个仇人，我又不能把她是我女儿自己说出去，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不然真的很烦人。啊，追我了！老板，多一碗。 对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哎，面来了。喝水啊。让他看到我又大吃大喝的。哎呀！婉婉，做完。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啊？我从咖啡做出来就找不到你了。哦，我来买水嘛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闪到腰啊。哦，你坐下来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你的腰是伤过的，要小心啊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去。来，慢慢走。哎，对不起，还没有给钱。哦，哦，来，这里。哎呦，你还是别动，我来给吧。一共是12块。啊？啊，来，12块。 4碗面12块吗？你一转眼就吃了4碗面啊！没有，第4碗都没有动到。哎呀，我文啊，其实我是被那2个男人气死了，所以我才想吃一点东西消气的。消气有很多种方法，何必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呢？更何况，你明知道那2个是在胡说八道。对咯，尤其是那个神经病，说我跟他简直是有毛病。哎呀，他以前是追过我，但是我不理他嘛。很多时候啊，我都是看在思婷份上，不跟他计较那么多。没有想到越说越过分。有些人就是喜欢把事情夸大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他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那个姓杨的知难而退。这2个男人啊，都有毛病。这种人你不用去管他们，也不需要生气。你把自己气坏了，他们还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多不划算啊！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以后都不会这样的。婉婉，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看心理医生，我也不勉强你。不过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要用吃来发泄，因为不管你吃4碗面也好，40碗面也好，事情还是无法解决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乱吃东西来发泄的啦。做梦你不相信啊？我可以发誓的哦。不用啦，我相信你就是了。
你可以吗？可以。你小心点啦。哇，是不是觉得很痛啊？一点点啊。那我来背你吧。啊，你背得起我吗？不要把我看得这么没用嘛！来来不要啦，来了，那你小心点啊，不要把你的腰也压坏啊。不会，来慢慢来，来了啊。慢慢来。呀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啊。啊，来。以前当兵的时候，常常要背着伤兵跑，所以这段楼梯还难不倒我。还是放我下来吧。没关系，只是一小段而已。来，哎呀，小心啊！哎呦，嗷！哎呦！怎么样？我忘记当兵是10多年前的事了。怎么样？你还可以吗？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吗？谁要那么早？谁啊？那么早，吵死我了！来啦！Good morning, ma'am。什么事啊？这是您的早餐。我没有叫早餐啊。是于先生吩咐8点给你送上了一份 American breakfast。于先生，是的。一定是他。送进来吧。Thank you。Enjoy your breakfast。他一定是准备过表明身份。待会儿要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说：“我猜你已经吃过早餐，而且还是 American breakfast。”我叫顾总很惊讶的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那位请你吃早餐的于先生。燕燕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坦白地告诉你。”我就是那位拥有亿万身家、扬名美国电脑界的于晨、于宏志。到时候我就一口把你给吃了。莫小姐，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要我结账啊？不是，账目于先生的助手已经结了。于先生的助手他们今天一早就离开了。离开了？是啊，不可能的啊！他叫我今天早上9点来这里找他的。于先生留有东西给你。
谢你啊。他一定是赶去见客户什么的。难道这就是他说要给我的礼物？燕燕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知道我是谁。其实，应该说你早就知道我是谁了。不错，我就是于洪志。说起来，我还应该感谢你，让我恢复了记忆。这段日子，谢谢你的特别照顾。我把你花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加倍的奉还，既有以下这些：名牌服装2套，价值1300元；酒店住宿1星期，用餐花费800元 ；American Breakfast 5份，其他开销1200元，附上6600元支票1张，加上6星级酒店住宿2星期，及10份 American Breakfast， 这些都是我加倍奉还给你的，请笑纳。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不管如何苦心的经营，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，都难以掩饰它的虚假。希望你能向你妹妹学习如何真心待人。于洪志。妈的，说什么风凉话？去死吧！如果有一天你恢复了记忆，记得你是谁了，你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？明天啊，怎么了你？啊？我不小心打破了杯子，哦，小心点啊你！啊？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，小心。小心你现在在哪里？Hello， 晶晶，是我，小心啊！小心你！我不是叫你不要打电话来了吗？我早就说。我打电话来告诉你，我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你去哪里？我要回美国去了。美国？我是从美国来的，我现在也得回去了，很多工作在等着我。哦。我这次一走，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，晶晶。啊。我很感激你，在我失去记忆的那段日子里，为我所做的一切。那段日子里，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。不过，这只能变成记忆，无法再重现了。因为恢复记忆的我，已经不可能再回去那样的日子里。晶晶，你还在吗？在啊。你能够恢复记忆，记起一切的事，那是好事啊。你
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听说美国有很多恐怖分子，你出入都要小心。还有啊，三姐是不是跟你一起走啊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跟她说，一定要回来看我们的。晶晶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你三姐根本不是真的喜欢我，她是因为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才想办法跟我在一起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被你搞糊涂了。没关系，反正都不重要了。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，等一下你就会收到。希望你永远幸福快乐。再见。长长的路，长长地走着，走了多久，已不记得。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？想了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最初的最近的执着呢？不是说好了，说好的，怎么小心，你要幸福。我其实很舍不得你。我以前每次躺下去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现在躺很久，还是睡不着。有时候我会爬起来，是那个臭男人又来骚扰望着窗外，臭嘛，一边望一边想你。有时候半夜下雨的时候，我会忽然间清醒，心里想：你今晚在哪里睡觉？会不会被雨淋？会不会着凉？我是不是很笨？三姐都已经带你去住酒店了，我还担心这些做什么？可是我就是这么笨，明知道不用担心，还去担心。惨了！刚才他打破杯子，现在又……晶晶是不是受了刺激，发神经了？晶晶，你怎么了啊？你这么哭了？没有啊，我刚才切辣椒，没有洗手，擦到眼睛，辣到流泪。你刚才在跟谁讲电话？没有。我明明看着你拿着电话的，还说没有。哦，刚才那个人打错电话了。打错电话？那为什么你一直拿着电话讲那么久？我跟那个人说，他打错电话喽。晶晶啊，如果你有什么心事，你一定要讲出来，跟大姐说哦，不要收在心里啊。你看我，就是有心事都不说出来，一心烦呢就去吃啊吃啊吃，吃到现在整个人好像横空母舰一样。你千万不要学我啊！哦，知道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心事跟我说咯？没有，我没有心事。我看你都不像是没有心事的。真的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是人都会有心事的吗？难道你不是人吗？我当然是人啦，我只有一件事想问你。说吧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和阿明哥结婚之后，可以回来帮你吗？不是问过我了吗？对哦。
你肯回来帮我，大姐开心的来不及了，怎么会不让你回来呢？好了，不要再为这些小事心烦了，知道吗？哦。还有没有其他事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晶晶啊，你跟阿明的婚事，你都想通了哦？通了。那你也知道下个月就要下聘了哦。那在这之前，你如果有什么想法，你一定要告诉我哦。你千万不要担心大姐会骂你，知道吗？要不然等人家下了聘就很难说话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我没有想法，真的没有想法。那好吧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啊。哦。吃了早餐没有？还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看你最近瘦到好像皮包骨一样，屁股都没有了。有啦，屁股还在。吃多一点啊。哦。请问莫晶晶在吗？我就是。这里有封信，请签收。是谁给我的？是小新。对啊，他说要给我东西的。谢谢。晶晶，这段日子你给我的，远胜于我随信给你的这张支票。我知道这也许不是最好的礼物，但是，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东西更能表示我对你的感激了。祝福你，小新。你真傻，给我支票做什么？你自己都没有钱了。这是多少钱啊？个、10、100、1000、万、10万、100万、100万呐！100万。这张支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真的。为什么你那么肯定？小新不会骗我。可是他哪里来这么多钱？他说他恢复记忆了，要回美国去，所以 Rachel 于，他说他本来的名字叫于洪志。于洪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电脑奇才？什么电脑奇才？于洪志的传奇啊，很多人都知道的。他12岁啊就从中国去美国，开设了电脑公司，还发明 Win 系统，在电脑界相当有名气的。30岁不到就亿万的身价。小新那么喜欢电脑，他一定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了。如果真的是他，那这100万的支票，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。我终于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三姐突然间对小新那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姐一早就知道小新就是于洪志了。小新就是于洪志。你是说，因为他有钱啊？三姐怎么这样呢？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吗？三姐啊，就是太现实了。你忘记她常常告诉我们，选男朋友就要选 A 级的。这个小新啊，不只是 A 级，还是 A 级啊。你说三姐有没有跟小新在一起？你以为她看不出三姐的目的吗？那三姐怎么办？你少帮三姐操心了，她的脑筋转得比你跟我都快。你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柔柔，你教我啊。我怎么教你啊？柔柔，你懂的，你那么聪明，你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的。
那就要看你放得下小新吗？如果放不下呢？那很简单啊，你就买张飞机票飞去美国找他喽。如果放得下呢？放得下，你就把这张支票存入你的户口，然后把它忘掉。我2样都不要。啊？我不要去找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小新了，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而我却那么笨，我怎么配得上他呢？现在如果他跟我在一起，他只会觉得我很烦。钱我也不要了。四姐，可是这是100万啊！我知道100万是很多很多钱，可是不管是100万、1000万，不是我赚来的钱，我不要。四姐，我支持你。你帮我把支票寄回去给他好不好？这里是私人住宅区啊，哪里来的餐厅啊？今天我们不去吃餐厅的，我们吃家常菜。家常菜？这里有卖家常菜吗？该不会是去你家吧？真的去你家？不好吧？我看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哎，那不行啊，已经误上贼船了，哈哈！哎，应该说是误上贼车下不去了。哎，除非你想跳车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先斩后奏的？别紧张啦，只是跟我爹地妈咪吃一顿饭，没有其他人的。况且我妈咪煮的印尼菜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棒。她平时都不下厨的哦，不过今天例外，因为她打算请她的小儿子，我的女朋友你吃一顿饭。可是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啊。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啦。原来你早就有阴谋的，你这个臭……哎，你骂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准你骂我是臭男人。猪笼草。什么？我骂你啊，是猪笼草。我是猪笼草？是喽，张着大口等着小昆虫掉进你的陷阱里。你不是猪笼草，你是什么？如果我是猪笼草的话，那你不就是猪太太了？你居然骂我是猪太太！这辆车不要玩，猪太太。你还说？Tia, sebentar lagi ada important guest ya. Mesti masak baik-baik ya. Yes, ma'am. Ati, kasih garam lagi. Mami， 回来了。Ati, kamu masak啊？今天怎么那么早啊？医生叫我早点回来休息。怎么？不舒服啊？不是，医生说我有了。真的？已经有2个月了。那太好了，今算是双喜临门。双喜临门？是啊，天阳带女朋友回来吃饭，那不是另外一件喜事吗？是吗？他怎么没告诉我呢？要不是我今天早回来啊，还碰不到呢。天阳怕人多，吓坏他女朋友。哇，还是女朋友就这么疼啊？将来结了婚不是要当宝贝一样？天宝还不是把你当宝贝？怎么，快要做爸爸了？他开不开心啊？你知道他这个人呢，就算开心也不会挂在脸上。我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啊，他只是了一声，然后就问告诉妈咪了没有？我就说啊，我当然是先告诉你啦，你是孩子的爹地呀。天宝这个人就是这样。妈咪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厨房地板很滑，你给我出去吧。还有啊，怀孕初期要特别小心，没事别四处走动。公司的事可以交代的就交代下去，千万别忙坏身体啊。我知道了，妈咪，我出去啦。
幸好我们快了一步，有人已经悄悄行动了。什么意思？老妈子说啊，天阳今天带女朋友回来吃饭，他开心的要命啊，还亲自下厨呢。啊，当年我哪里有受到这样的款待？可见你跟天阳在妈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只是吃顿饭，别想那么多。从吃饭这种小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地位。那如果天阳一结婚，替妈生了个孙子，那我们还有立足之地吗？啊，幸好我们也不笨，他们再快也快不过我们。你告诉妈咪你怀孕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千万要小心，不可以穿帮，要不然的话，你放100个心好啦。啊，到时候我加一个枕头，就当这演戏那样演，其他的我自己安排。还有啊，小孩子的品质方面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选个笨蛋。这还用你说吗？我要调查父母的背景、健康情况才收获的。爹地妈咪，我回来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那么早就回来了？怎么嫌我们回来早，撞破你的好事啊？想偷偷带女朋友回来，不让我们知道，可没那么容易哦。看来我们是逃不过我大嫂的手掌心了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柔柔，这位是我大哥 Alexandra， 我大嫂 Elizabeth。殷先生、殷太太，你们好。哎呀，柔柔，别叫那么见外嘛，叫我们的名字，或干脆叫我们大哥大嫂好啦，反正迟早都是一家人的嘛。我带你去见妈咪吧。啊，妈咪。哎。这位就是我朋友柔柔，这位是妈咪。伯母你好。你好。对了，这份礼物是送给你和伯父的。谢谢你，怎么那么客气呢？看来啊，我这儿子的眼光还不错。来，过来坐。你还坐在这里干嘛？去叫你老爸下来。他一关在书房里啊，天塌下来他都不会动。哦。听天阳说你是个植物医生。这只是一般人的说法，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医生，我只是对植物比较熟悉罢了。你在大学是主修这个科目啊？嗯。怎么会想到要念这么冷门的科目呢？因为我从小就对植物很有兴趣啊。妈咪，你是不是想说，可惜柔柔没念商科，要不然以后就可以帮天阳了？不过天阳这么有本事，也不用再找帮手了。那柔柔只要在家里种种花、种种树，把屋子搞得漂漂亮亮的。天阳一下了班了，就会往家里跑，因为有个漂亮的家之外，还有一个又漂亮又温柔的老婆在等着呢。柔柔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爹地，伯父。爹地，你不认得柔柔了？我就是觉得她很熟悉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她。哦，是在路边砍树的那位小姐。哎呀，柔柔，看你这么温柔，还学人砍树啊？当然不是她砍，是她在监督工人砍树。哦，吓了我一跳。天阳他爸以前是搞物理的，退休后呢喜欢研究植物啊、贝壳。你呀，跟他有得聊了。来来来，大家边吃边聊吧。阿迪，buka lampu。柔柔，这几道菜都是我煮的，你尝尝味道吧。天阳啊，你夹菜给柔柔吃。哦。柔柔啊，你今天可有口福啦！妈咪平时是很少下厨的哦，她的厨艺可是一流的。那可见妈咪有多重视你啊！谢谢伯母、伯父、伯母、大哥大嫂，大家吃饭。爹地妈咪吃饭，吃吧。吃饭。柔柔，你别客气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吃多一点。找一天呢，叫你爸妈也一起来吃。我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。哦，对不起。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还有姐姐跟弟弟啊，从小都是大姐带大我们的。嗯，你大姐好本事，找一天大家聚一聚。妈咪啊，我已经跟柔柔说过了，
叫他的家人到我们在名丹岛的度假屋玩一个周末。到时候 Daddy 跟柔柔就可以在那里研究树木，而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息2天。好啊，柔柔，我们名丹岛的度假屋很好玩的，叫你家人一块去吧。好是好，不过你不准去。为什么？医生怎么说的？哦，我差点忘了。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，等你肚子慢慢大起来，你想忘也忘不了了。大嫂，你有喜了。嗯。恭喜你，大哥。恭喜你们啊！谢谢。谢谢。哇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，妈咪？你大嫂有喜了。是吗？恭喜你们，终于招人成功了。大哥，恭喜你。大嫂，恭喜你。谢谢。今天难得大家那么早回来，本来啊，我是答应天阳静悄悄的跟柔柔吃顿饭，现在不行了。天阳啊，你还不介绍柔柔给你二哥认识？不必了，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我跟柔柔好像蛮有缘分的，我很少这么早回来，可是今天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好像有股力量把我拉回来家里一样。原来家里来了一位漂亮又温柔的女孩子，这也难怪了。啊，对了，柔柔，我有个广告商，他们一直很想找一个健康又甜美的女孩子来拍个广告，那我也介绍了许多模特给他们，可是他们都非常不满意。那天看到你之后，我就认定你是最佳人选，你来试镜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他没有兴趣。你不是柔柔，你怎么知道他没兴趣呢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有兴趣。柔柔，不要那么轻易就让人家影响你的决定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年轻不要留白。你这么有条件，不要浪费哦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你那些歪道理了。你以为每个女孩子都喜欢抛头露面的吗？妈咪，抛头露面有什么不好的呢？现在我不是叫柔柔去拍内衣广告，虽然柔柔的身材也很不错。天成，既然柔柔没兴趣，你就别强人所难吧。你不要那么虚伪了。如果柔柔肯拍内衣广告的话，我看你都会看到流口水啊。别太过分了。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轻松一点嘛，开个玩笑而已啊。柔柔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都是这样说话的。你应该听得出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对你的赞美。我们可以有一点幽默感吗？这是家庭聚餐呢，干嘛这么严肃呢？孩子，这里不是美国，刚才你所说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。我看你这种自由分子的性格，真的要改一改。OK， 我道歉。I'm sorry。柔柔，他这个人疯疯癫癫，你别理他。大家吃吧。哎呀，手脚放快点！今天柔柔要带男朋友回来吃饭，我们可不能失礼啊！时间过得真快，柔柔交男朋友了。什么？还起先的事啊？对咯，我还记得妈去世的时候，柔柔和洋洋还小啊。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就要当他们的保姆，又要泡奶的，又要洗尿布。难怪我的 O level 会搞得一团糟。可是现在又看到柔柔有男朋友，又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我替她开心。晶晶她就快结婚了，那柔柔呢？看也快了，你们两个做大了，就得跟妈妈交代喽。那燕燕和洋洋呢？啊？那两个，哎呀，姐啊！我已经打电话给燕燕了，跟她说柔柔请了男朋友回来吃饭，叫她一定要回来。如果等一下回来了，你就原谅她，不要再说她了。对哦，大姐，不要再生三姐的气了。如果她回来，那就表示她不一定回来喽。会的啦，我跟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回来。你们放心好了啦。今天有客人来，我可不想让柔柔男朋友啊，因为我这个做大姐，整天只会乱发脾气。哎，快点呢！哦，站在那边做什么？你的菜切好了没有？
江。哎，洋洋，你在做梦啊？我已经很僵了。僵？哪里僵啊？泡姜啊！你已经输了，来，给我钱，50块，50块。喂，你有没有偷吃啊？你怎么这么快就僵了？哎，洋洋，输了就认了嘛，快给我钱，50块，来，现在就收啊！什么事？哎，洋洋，快给钱哦！等一下，我还没输哦。嗯？嗯？好，我在江，死定了吧？哎，啊！你怎么会想到这招的？嗯？姐啊，你有没有发觉那个洋洋啊，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？对了，小弟啊，平时回来的时候很多话的，可是这几个星期一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他又不出去，我问他什么事，他都不肯说。他有什么事？一定是跟那只乌鸦有事了。大姐，你怎么知道？有些事情啊，你不需要用头脑想，用你的屁股想就可以了吗？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无精打采？10之8九就是这个原因了。你是说小弟失恋了？失什么恋？他跟那只乌鸦有谈恋爱吗？人家摆明啊是在利用他，一见他没有钱，又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不是一脚踢开他，然后去找那些有钱人喽。大姐，不是每个外来的女人都是乌鸦，可能小慧不是。对呀，晶晶说的有道理，而且那个女的有自己的饺子摊位。蜘蛛在捕抓猎物的时候，也要先织一个蜘蛛网吗？不是我看不起这些女人呢，你看她们自己写的书，出了一本又一本，也是她们自己写自己是乌鸦的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呢会对她们印象那么坏。搞不好我们的洋洋哪一天也被写进书里，说他是新加坡的笨男人呢。那小弟不是很可怜？可怜什么？你不让他蹦蹦丁，他哪里会学精？哦，可能是柔柔回来了。不可能的啦，现在才5点，他说6点半才到家。也许他们提早回来呢，我去开门。轮到我将你了。这是谁 ？Hello， 有没有人在？我打100啊。Zoe 啊，妈咪。清新的空气，终于能再次呼吸。深深的相信，战争有一天会平息。脑海里总想起，像空气快飞起，飞在天空里，享受难得的自己。眼前的世界里有太多的不可理喻，放下你的忧虑，跟随着我的节拍。只要你心有爱，总有一天你会喝彩。渐渐地看见你，放不下，要继续得注意。5, 4, 3, 2, 1, don't say you love me。用你的身体带出舞步与我练习。Come and shake with me， 熟悉的声音，让我和你谱新恋曲。Show your love to me， 跳动的身体随着音乐表露无遗。Oh yeah，Let's dance。